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7号。昨天比特币是没有正式突破这个收敛三角，但是现在价格压回来，又在守这个收敛三角的下沿，或者今天视频再利用这个哈希瑞本指标来跟大家聊一下，里面还藏着哪一些秘密知识，特别是买点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历史上还是一样啊。2023年长达1年多没有给出这种买点的信号。敢追的话，到现在都有60%的利润，以及2019年、18年的底部也是长达1年多。像这种底部给出买点的位置，该追一定要追。不过最近山寨币的很多利润都是在做电梯，我感觉都不刺激啊，还不如最近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佩佩币，就这几天也是有在继续抛了一点佩佩币啊，包括上一次在 Discord 社群，因为最近确实是空气币非常的热啊，我也是想多交一些朋友。上一次比如5月2号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讲过这个 Poach， 不过我个人观点就是尽量当彩票吧，不要重仓去压这些币种，或者等下来跟家人们聊一下。那现在短线发现，就是这个20的均线跟60的均线要开始时差了，那这个位置我们要留意哪一些重点？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短线的比特币是这样子啊，其实行情是很无聊。如果看这个区间已经是快50天了，那我们看这个区间，这个区间也是非常的长，我们可以拉一下这里面的一个时间。就是到这个位置也是有接近40天，现在时间是更长啊。所以上一次有跟家人们讲过，我不确定时间是在哪一个位置会画这么长的一个区间。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短线的这两个均线，20跟60，感觉现在是要时差。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区间整理到位，它这个位置后面也是时差，就是行情会非常的无聊，有可能还会有这种深幅的回撤，但是这一次会不会有这么深的一个回撤？昨天也是有跟家人们讲过，我们去看几个重点啊，一个就是它这个矩形箱体的位置，它这个高原位置，你如果主力如果比较强势的话，它收盘不能破。就是这个矩形，这个上影线跟这个上影线28.8K 的一个支撑，现在是收盘还没有破，包括这个比特币对美元以及币安比特币对 USDT 的28.8K 都还没有破，所以我也是在观察这个位置到底要不要破。如果再破，包括这个27.8也给破掉的话，我个人观点也要烦一点，它有没有可能真的再去回踩，也就是整个周线里面。这个大颈线头肩底，周线是没有测过，但是上一次有跟大家讲，日线里面它这个位置，我感觉有可能是有测过这个25K 附近，而且现在其实目前还是在判断，有可能就是在区间震荡。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虽然是日线是感觉要时差，但是在整个周线里面，这两条线已经早就金叉了。金叉我个人观点就是这样子，如果真的还有资金的朋友想买，这两条线是在交叉，就是一个多方排列的结构，有压回，尽量要给我站在买方。那要怎么买？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周线里面的哈希瑞本指标。其实它还有很多知识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每一次它在出这种拜信号的位置，比如说2023年初的时候，就这两个人的位置啊，前面是这个指标是时差的。就是这两条均线，只要它时差的时候，下一次有再出现金叉，我们要去留意有没有可能要开始给出这种 buy 的信号。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2020年的7月份，就是这个位置涨上去以后，它这边出了一个 buy 的信号，也是因为前面有一个时差，然后后面又金叉上来，所以现在看到的一个位置就是目前都还没有看到时差。如果是中长线的朋友，你如果是不想等，我个人观点是，去年你如果不敢买，或者是上一次这个20K 也不敢买，到现在我个人是觉得你要追一把，就是30K 其实离比特币未来的高位，我个人观点还是一样，目前价格其实也就涨了1倍，你要买的话一半，然后还有一半资金反一点，它有没有可能时差，然后下一次出这种buy信号的买点，因为上一次这边也是没有时差，所以它这个低点没有给出buy的信号。那么可以看一下
历史上还有一些位置比如说2020年6月份的这个区间，它当时也是这个指标有时差过，后面它金叉上来就是在这个位置重新给了一笔 buy 的信号，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的底部也是一样，就是整波熊市下来以后，在这个位置出现时差完以后，下一次出金叉的买点。这个指标我感觉是胜率是非常非常的高，如果是中长线的投资者，一定要把这个指标应用到位那么可以看一下，15年的一个位置也是一样，可以明显观察一下，比如说这个位置16年的一波下跌，它这个指标也是变红完以后，后面开始出了一个 buy 的信号，包括几个15年底部的也是一样，你可以看一下，这边都是变红的时差，3个买点都是在时差以后出的买点，所以个人观点是这样子就是现在我们如果是中线还要踩一些高杠杆的一些期货多单，尽量观察一下下一次有没有时差的位置，到时候我们要每天来跟盘，因为下跌的市场可不要不跟盘，很多人就是因为在空头的市场不跟盘，最终错失了这种的底部，所以我个人签名上面有没有在提醒，下跌更要复盘不是为了短线就是为了不错过未来抄底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日线比特币的形态就昨天的 K 线收的感觉不是很漂亮它感觉是有一个空方的吞噬。不过我个人观点，有可能整个区间如果它真的不突破的话，是不是还在这个大区间里面来震荡？如果真的把这个低点给跌破，也要翻一点，有没有可能破这个箱体，也是不排除。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其实还是一样已经是讲了有一段时间，感觉是一个 N 型区间的一个整理的高点位置，这边是有一个支撑区，那撑了几次是破不下去。如果这个位置真的破的话，我有可能要开一笔网格单。我是感觉这个位置应该，如果是真的要下去，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长线或者是中线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也是颈线的一个支撑区。就是前几个月的时候不是有跟大家讲过，这是一个头肩底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也是有朋友在问，最近很多山寨币其实很难搞全部都是趴在地上，不管是狗狗币、UNI 或者其他的什么 Shiba、ADA、Solana， 都是有些是重心在下移，但是有些感觉是趴在地上，主要是比特币目前还是主流。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还是一样，就是这个0.076到0.077的这个，也是一个 N 型的一个区间，跟以太坊是有一点像。这个 N 型区间高原的位置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如果下去的话，还有一个支撑就是在这个位置，看要不要选择2笔网格单。当然，我是个人是感觉应该破下去，应该是可能性相对比较少吧。当然也不是不排除，它如果真的下去，反正尽量控制仓位包括这个区间里面，其实也是有看到一些多方吞噬，那真的要破下去嘛？反正最近一些山寨币还是尽量控仓嘛，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